走快点，李大公子！富甲一方的李氏商号嫡长子，如今也成了流放犯，作孽哟！陷害、夺权，害我被流放到这死地。李恒，你可真是我的好弟弟。完了，这死地没人熬过3个月呀！死地，可惜你们都不懂，这地就是我翻身的本钱。走快点！这些东西，我上辈子早玩透了。这一世，老天爷总算开了眼。水钱呢？啊，虎爷，就剩这几个了。就这，打发叫花子呢？你他娘的笑什么？笑你呗。新来的不懂规矩，在这屯里想喝水得先问过我。不就守着口井吗？横什么？等这屯子不缺水了，看谁还搭理你。不缺水？哼，这死地老天爷都不下雨。守着金山，抢一口水喝，可惜了。少爷，这人是谁呀？横成这样。小角色而已。都愣着干啥？规矩呢？就这点儿，打发要饭的呢？想喝水就拿东西换，不服的可以来试试。虎爷，幸好娃3天没喝水了。没钱就一边待着去。你们这帮人也太……急什么？一口水能给人逼成这样？这地方缺的不是水。这位虎爷，规矩我懂了。识相。不过我这儿有个东西，比水金贵。什么东西？这鬼天气，热不热？废话，我能让你们喝上凉的。凉的？他怕是晒傻了。大热天的，他上哪儿变出凉的来？李大公子疯了！铁柱，去，把那白石头给我刨一筐来。白石头？哪个白石头？井边背阴墙根，结白霜那种。快去！少爷，这破石头能干啥呀？这就是凉的。再等等，等会儿有你们瞪眼的。哎，那盆边上咋白了？哎呦，这水咋越来越凉了？真凉的，我没摸错，是凉的。邪门了，大热天哪来的凉气？少爷，这水真凉了，你往里头下啥了？少爷您慢点，别冻着手啊！那是个啥？是冰啊！大热天凭空，这是瞎说。少爷，你是神仙法吧？妖法！弟兄们，给我把那石头抢过来！站住！这东西能给你们凉快，也能让你们永远凉快。你唬谁？要不你来试试？虎爷，刚才那是后退了吧？我没看错的话，腿肚子还转筋了。哟，虎爷，腿咋软了？刚才那横劲儿呢？虎爷威风啊，吓得自己先退3步。谁笑？谁刚刚笑了？这水井从今天起归大家公用，谁也不许再收水钱。水不够喝，我来想办法。净水、找水我都会，你们要做的就一条，好好活下去。活菩萨呀！可算来了个活菩萨！跟着李公子，李公子说了算。都听见没？以后这屯子我家少爷说了算。我知道，你们大多不是真犯人，被冤的，被连累的，被一纸状子送来的，跟我一样。跟着我，3个月后，让你们风风光光活着回家。但有一条铁规矩，不偷不抢，靠手艺靠力气，堂堂正正吃饭。装神弄鬼，半月后监官下来验饭，那位最恨的就是装神弄鬼之人，到时候有你好看的。二爷，北边传来的消息，那位大公子到了黑石屯，没死。没死？可笑，在那种死地还能翻出花来。公子是好人，可您不懂这地方啊。老人家，有话起来说。黑石屯3年1小灾，5年1大灾。上回大旱，渴死的、冻死的，足足死了1半人。朝廷的救济粮都进不来，我们就是被丢来等死的呀。那咋办啊，少爷？这地方还能待吗？等死不？等我把这地方建好，下回灾来，咱们发财。发财？给我3个月，这片没人要的烂地，我让它变成富甲一方的宝地。3个月，少爷，这牛皮吹的，我居然信了。
那咱们是不是要发大财了？兵只是顺手，那山底下埋的才是真金山。明天先去那座冒怪烟的黑山看看。公子使不得，这山常年冒黑烟，那是毒瘴，沾上就没命啊！毒瘴，这味儿我咋闻着像钱？拿好了，这玩意儿烧起来比炭还旺。少爷，这不就是沙子吗？沙子，这是能给我变出金山的沙子。少爷，您这话我一个字都没听懂，但我信。就这儿了。啥就这儿了？以后啊，你少爷我的金山银山都从这块破地里刨出来。会烧窑的，站出来！马蹄子，你不老念叨你那烧窑的本事吗？我那是烧破瓦罐的，能顶啥用？火候，你看得准。那是吃饭的本事，我闭着眼都成。这事儿少了你还真办不成。公子，您要烧啥您说，只要是进窑的活我马蹄子都给您整明白。架窑添柴，今儿天黑前我要看见第一笼火。少爷，您把一堆沙子石灰塞窑里烧，烧火往死里给，能烧多旺烧多旺。烧沙子能烧出个啥花来？再旺点儿，百里透青就成了。这是个啥？透亮的石头还能是透亮的？看见我了？能看通，隔着它能看见人。这是冰吗？大热天还不化的冰？我烧了半辈子窑，从没见过这玩意儿。公子，这叫啥？玻璃，你马爹子烧出来的。光透亮，现在还卖不上价。去，把窑边那罐银汁端来。少爷，你捂着干啥呢？里头有个人，是我，这是我自个儿啊，比井水里照的清多了，眉毛都数得清。这要拿去城里得换多少银子啊？这东西往后就叫琉璃镜。琉璃镜，少爷，那不就是块玻璃吗？换个名字能多卖几百两。那咱多磨几面，发大财啊！一天只磨3面，就3面，窑里料够磨几十面呢。傻小子，满大街都有的玩意儿，谁稀罕，越少才越金贵，懂？公子，来了个跑商的胖子，说是听说咱屯有大热天的凉东西，专程来收的。消息传得倒快，走，会会他。这位想必就是李公子，在下钱掌柜。听说屯里有大热天的良物，老钱专程来收些。这是何物？这清晰如真人。公子，这镜子多少钱？我全要了。钱掌柜急什么？一个人可定不了价。这一带跑商的您该都熟，叫上他们，谁出的高归谁。老周、老孙都赶紧的过来，有宝贝。我先来，300两，这价独一份了。300两就想拿走？500两，500，我出600。800两，我家主子最好这一口稀罕物。1000两，我出1000两。一面1000两，窑里还摆着99面啊！1000两乘99，乖，99000两，咱们这是要富可敌国呀！9万，公子，你可知道，您这一面镜子顶最大的绸缎庄3个月的流水啊！急什么？镜子只是顺手，等我把那座山挖开，这点钱你们看都不想看。公子，恕老钱多句嘴，这镜子往后的买卖能不能只交给我一个人做？独家带领？对，就那个意思。可以，但货我说多少就是多少，一天3面，多1面没有。成，全听公子的。公子既要做大买卖，有句话老钱不得不提个醒，这阵子不太平，知府衙门到处加税抢钱，眼睛尖得很。您这屯子要是冒了富，怕是早晚入了某些人的眼啊。来得正好，我还嫌钓上来的鱼太小。都别闲着，扛上家伙，跟我走。田叔，公子赚了大钱，这是要带咱干啥好事去？从这儿挖一条渠，那边掘3口深窖存水。公子，
咱镜子卖了那么多钱，不歇歇咋还挖上沟了？就是啊，少爷，有钱了不享福，挖这破水沟图啥？你们忘了那老人家的话：3年一小灾，5年一大灾。等大旱那天，别人遭殃，咱们喝凉的。灾来之前，这是攒家底；灾来之后，才是收网的时候。哼，一群流放的贱民也配守着一座金山？去查查那位李大公子是个什么来头。周老铁，少爷叫你去打铁。打铁？拿啥打？炉子是死的，铁是锈的，我这双手也早废了。这锤跟了你多少年？20年。听说你年轻时跟人跨过海口，这辈子要打一把能传世的好刀。谁跟你嚼的舌根？那山里头全是煤，火够旺，旺到能把铁化成水。炉子我给你砌做最大的，铁料管够。周师傅，你这身手艺是想抱着这把废刀烂在这破棚子里，还是跟着我把那把传世的刀真打出来？炉子，当真给我砌最大的？我李默说话从不放空炮。我还以为这双手这辈子就这么废了。公子，您要什么？尽管开口，只要这炉子不灭，我老周给您打一辈子。炉子有了，接下来是时候去那山里挖点真东西。少爷，这玩意儿又黄又臭，熏得老脑仁疼。你让大伙刨了一整天，刨这堆货土干啥？好东西就缺这一味了，一粒都别撒，全给我收上来。料太杂，这么直接用反倒不行。屯里头有没有人伺候得了这种烈性玩意儿？董事有一个，西头那个药山家的闺女苏婉，一手熬药的本事，听说出神入化。就是那姑娘脾气硬，谁的账都不买。公子您可别碰钉子。哼，硬，我就喜欢硬的。苏姑娘，要抓药，明日再来，今日份的熬完了。我不抓药，我要请你帮我提炼一样东西。你就是那个制冰烧镜子的李公子？正是。听说了，能耐不小，可那是你的本事，与我无干，请回吧。家道中落，被人退了婚，发配到这死地，换了旁人早趴下了，你却守着这一屋子药，一个人撑到了今天。你查我？不必查，这一屋子药就摆在这儿，靠自己活下来，这本事比熬药金贵。这玩意儿是把双刃刀，用好了能保命，用砸了先要自己的命。这屯里就你懂这些，就你这双手稳。我凭什么帮你？你想要什么？我要的可不是钱，我被人退过婚，被人指着鼻子笑过，我要的是谁也不敢再瞧不起我。这个我正好能帮你。那好，东西拿来。就那么点东西，就埋了个腌咸菜的破罐子。我看这位大公子是黔驴技穷喽。罐子里装的怕不是盐菜疙瘩吧？你们懂个屁！我家少爷的本事，你们见识过几回？都退后，再退。我看他能炸出个天雷。公子他把天雷照下来了，神仙！咱屯子来了个活神仙啊！乖乖，这一下整头牛都得给炸上天。就我提的那一小撮，炸成这样。巴掌大点的东西，我管它叫掌心雷。原来我还能做出这样的东西。这东西当年要是在我手上，何至于落到今天这步田地？听说那群被流放的发了横财，
一面破镜子卖1000两，金的银的屋里头堆成山喽。一帮手无寸铁的流放之人罢了。弟兄们，发财去！不好了！马匪，一伙马匪朝咱屯子冲过来了！完了，这下全完了！老天爷不给咱活路啊！少爷，这可咋整啊？人家有刀有马的！慌什么？都他娘给老子站住！马冲不进这窄道，堵死口子，他们就是一群活靶子！这一手排兵布阵不是寻常人，我没猜错的话，赵校尉，你刚才叫我什么？分明守住了城，却被误通敌，被人栽赃陷害，满门流放的边军校尉赵虎。这桩案子外头早没人提了，你怎么会知道？我从京城来，这种埋了忠良的安杂事我记得。想不想把当年没能出的那口气，今天出了？这口气我憋了3年。小子们，都他娘的给我冲！今天老子连本带利讨回来！要发呀！快跑，快跑啊！赢了！赵虎一个带罪的废人！承蒙公子还记得我这校尉2字，这条命从今往后是公子的了。起来，我这步星这个屯子上下的安危，往后就交到你手上了。安保统领，你来当。末将得令。好你个赵虎，刚才墙头上那阵势还真有2下子。小子，那叫行鲁出身，懂不懂？周老铁的炉子，苏婉的手，赵虎的刀，这盘棋该落的子总算齐了。少爷，这帮马匪栽了，会不会引来更大的麻烦啊？麻烦？闻着肉味的，从来不止野狗。真正的大鱼，该坐不住了。公子，镜子我还想再多要几面，不过老钱今儿给您带了桩更来钱的事儿。说说城里那些个夫人小姐，最近都犯一桩愁，姨子太糙，洗得手生疼。谁要能拿出细腻好用的洗护物，千金难求啊！公子，瞌睡了就有人递枕头，这事儿我接了。公子有现成的洗护物？铁柱，把灶房那几筐草木灰全给我抬到空地上。少爷，那不就是烧火剩的灰吗？倒都没人要的玩意儿。没人要的，到我手里就是钱。火压小点儿，熬到发稠就成了。放着镜子那金巴的不做，蹲这儿熬灰水，草木灰加猪油，能熬出个啥金贵东西？我看公子是没招了。没招？等会儿有你正眼的。铁柱，手伸过来。少爷，伸手干啥？这叫香皂。哎呦喂，我手上的黑泥化了。洗手、洗脸、洗衣裳都成。这泥我搓了3天都搓不掉，它一下就没了。神了，比皂角好使100倍！让让，我这双手10年没这么白过了。我娃这身泥够搓一下就掉了。公子，再给我2块成布。滑溜溜的，比姨子细腻10倍。公子，这玩意儿摆进胭脂铺得抢疯了。多少钱？我全包了。急什么？先说价，1块50文。50文我吃下了。公子一天能出多少？镜子金贵，一天就3面。这玩意儿不值钱，胜在量大，一天1000块。1块50文，1000块，那就是5万文。5万文，这合多少两来着？50两，一天就是50两啊，小哥！一天50两，那一个月1500两。乖乖，咱这是开了座银山呐！何止啊，小哥，我老钱跑商整整1年，也未必挣不到这个数。镜子是钓大鱼用的，这玩意儿细水长流，养屯子。钱是大伙挣的，怎么分？今天说清楚。周师傅这打铁的手艺，往后算屯里一份干股。干股？
少爷，那是个啥账？意思就是，往后屯子挣的钱，他啥都不干也照分一成。不干活也能分钱？我一个打铁的废老头子，你这双手打出来的东西能卖钱，这就是本钱，值。活了60年，头回有人说我这双手值钱。公子，我这就回炉，再给您打一炉好家伙。苏姑娘的药，马师傅的窑，一样，各算1份干股。凭我自己的本事挣的钱，不靠任何人。这份干股，我受了。这条腿让人闲了半辈子，公子您说我值钱？手艺值钱，跟腿没关系。听见没？在这屯里有手艺就有钱，那咱这些没手艺的咋办？出力气的，按干的活计计工分，多干多得，谁也不养闲人，谁也不亏勤快人。公道，这才叫公道啊！我说过，跟着我，靠手艺，靠力气吃饭，不偷不抢，堂堂正正，这条规矩谁也不许破。听公子的。公子，井出事了。怎么了？这几日没下雨，井水一个劲儿往下掉，再这么旱下去，要见底了。水位又降了，这天这井跟当年大灾前一模一样啊！我早说过3年一小灾，它真来了！完了，又要渴死人了！瞧瞧，我早咋说的？挖那破水渠纯属白瞎力气，放着钱不赚，挖一条干沟，我看公子就是个傻子。这下好了，井要干了，那烂沟里有半滴水吗？少爷，井真要干了，这可咋整啊？慌什么？井干了，不是还有别的水？赵虎，带几个人去崖根那3口窖。2个月前，公子让挖的那3口土窖，我还当是闲着没事干呢。开了它，你就知道咸不咸了。满的，公子，整整1窖清水，3窖全是满的。少爷，你2个月前就开始偷偷往里头攒水了。那条你们说白瞎力气的水渠，一直在往窖里匀水。你们天天打那儿过，没一个人留意。我说过，等灾来，别人遭殃，咱们喝凉的。早备下了，公子，您半年前就给咱备下了呀！要不是公子，这回咱这屯子又得渴死一半人啊！公子大恩，咱记一辈子。哟，这不钱二哥吗？你刚才咋说来着？挖水渠白瞎力气，公子是傻子？来，你再说一遍，我听听。喝吧，这可是那条破沟里引来的水啊！钱二哥，这水甜不甜呐？早干啥去了？这会儿喝的倒挺欢。水管够，水的事儿了了，可光有水不够。都跟我来，还有件事。轻着点儿，这都是公子要的好粮，磕了我可心疼。腾2间大屋出来，从今天起囤粮，往后老钱每回来都给我多带粮，有多少囤多少。公子，您这是要囤多少啊？这2车可不少了。这2车才哪儿到哪儿？公子，这水的事儿刚解了，囤这么多粮图个啥呀？又囤粮，钱多的没处花了。这回是小旱，3口窖的水撑过去了。可下回呢？要是大旱，半年不下雨呢？水有了，粮还得有，2样齐了，天塌下来，咱也饿不死。囤到你们都笑我傻那天，就是我笑别人那天。水窖那回谁信了？这回我可不敢不信喽。公子，趁人少，老钱还有桩事儿得提醒您一句，说屯里发财的消息传到梁川去了。梁川知府今儿派了人到处打听咱屯里的买卖，那位知府可不是善茬，盯上谁，谁就得脱层皮呀。来得正好，比起马匪，这条鱼肥多了。钱掌柜说，知府的人在梁川打听我，有些日子了。算算日子，也该上门了。谁是李牧？我是，有什么事？好东西啊！知府大人有令，你这致敬制造的方子3日内献上来。方子是我的命根子，凭什么献？哼，愣着干什么？
大人交代了，不交方子，先收人封东西。这几口锅，粮川衙门查封了。放开我！我一把老骨头，犯了哪条王法？你们干什么？放开周师傅！人不能带走。带不带得走，由不得你。这老匠人，我们先带回衙门住几天。3日后，你亲自把方子送到粮川衙门，一手交方子，一手领人。方子要是有半分差差，他可就回不来了。少爷，周师傅他被抓走了。梁川知府跟我无冤无仇，会突然这么狠，背后伸手的是谁？不用猜。少爷，锅封了，人也抓了，周师傅一把年纪，在牢里哪扛得住啊？要不，咱真把方子给他，先把人换回来。真方子给了他，他得了方子，得了匠人，凭什么守约放人？我都看见了，你在为难，给真方子怕他得了便宜还撕票，给假的怕换不出人。苏姑娘好眼力，那就给他一份，3日内他绝看不出真假的方子。看不出真假，进也好，造也好，撂下去到烧成到出货得好几天。交接那天，他手里只有一张纸，纸上样样齐全，分毫不差，他当场验不出。等他验得出的时候，人早换回来了。我懂了，就是拿张看着是真的方子，先把周师傅换出来，等他关起门来烧，烧不成，咱人都到家了。孺子可教。这份方子，少一道你我才知道的火候，烧出来只能是废料。这事全靠你了。周师傅是为这屯子被抓的，这份方子我连夜写出来。二爷，梁川知府已经动手了，封了那屯子的锅，扣了个烧窑的老贱人，逼他3日内献方子。我那好哥哥在死地刨出点钱，就忘了自己几斤几两。等知府把方子拿到手，匠人也别还了。我倒要看看，他没了匠人，没了那些妖法本事，拿什么翻身？方子我带来了，净造2样，从选到到火候一字不差，全在上头。好一个李默，总算识相。方子给了，人该放。急什么？这方子真不真，本府还没验呢。大人要验，自管去烧。可烧一炉镜子，从下料到出货，少说3、5天。大人是想让周师傅在这衙门里陪您烧上3、5天，还是先放人，全了官府的体面？放了。走，回家。蠢货，方子到手，本府要敬有敬，要造有造，还献上京城内卫，加官进爵，指日可待。这是什么玩意儿？不应该呀！方子明明是照着抄的，一字不差，一字不差。那烧出来的怎么是这堆狗屎？大人息怒，是不是那方子里藏了什么我们看不出的门道？李默，好你个李默，用一张废纸把本府的人换走了，再烧，连他染色的料也照着配，本府就不信烧不出一面镜子来。呛人，这味儿不对啊！本府这张脸，笑什么？都给我滚！大人，这色听说7、8日才退得掉。周师傅，您是说那知府拿着假方子还当宝贝供着？别动，还有伤。何止当宝贝，临走时我瞧那知府的脸，跟捡了金元宝似的。公子，梁川那边传回来了，那知府照着方子烧，砸了一窑又一窑，更觉得他自己抄染料，把半张脸染成了花的。如今满梁川都叫他花脸知府，活该！抢人家匠人，偷人家方子，最后偷了张废纸回去。人没事就好。公子，
老汉这条命是您和苏姑娘那张假方子换回来的。我说呢，公子您是揣着明白装糊涂，明送方子暗藏一手，火候配比都在您和苏姑娘脑子里。他偷得走方子，偷不走这个。那京城那位呢？花了这么大力气，到头来一场空，是不是又急坏了？他急他的，急着急着自己就把自己挤进坑里。这回多亏了你那张假方子。我帮的不是你。哦，我家落难那年，被人退了婚，指着鼻子说我晦气。那时候一屋子人没一个替我说话，这儿不一样。屯子要是有难，不用你开口。公子，那是梁川都梁的镇北侯世子，这种大人物怎么会亲自来咱屯里？好物，本世子在京中就听过琉璃镜的名头，今日一见，一个流放屯能做出这等东西，还治得井井有条，是本世子小瞧了这死地。世子谬赞，不过是带着大伙想在这朝廷的边地挣口饭吃。那花脸知府的事，本世子也听说了。抓你的匠人，逼你的方子，到头来烧出一窑废料，还把自己染成了花脸，活该！哼！本世子早看那等贪官不顺眼了。镇北侯督管梁川粮道，这条线比那知府粗得多。本世子督管梁川粮道，如今边地灾荒贫运，正缺你这样能办实事的人。你这镜子香皂，还有那能屯水屯粮的本事，本世子想跟你交个朋友。少爷，侯府的世子要跟咱交朋友。世子肯赏脸，是李某的造化。这朋友，李某交了。知府上头是侯府，侯府上头是朝廷，一级一级往上调。对了，还有桩事儿，本世子得提醒你。今年的天不对劲，开春到现在，梁川下边好几个县雨水都少得法常，青天见地了话，只怕是个灾年的兆头。来了，多谢世子提点，李某会早做准备。少爷，世子说的那灾年不会真来吧？来吧，这一回我护得住他们。这都入冬了，一场正经雪都没下，天还黄成这样，跟当年大灾前一模一样啊！少爷，这老天爷是不是真要变天了？变天好，正好进去看炉子。这黑石比木炭旺出10倍不止，这火我打了一辈子铁，没见过。砸，使劲砸，把里头的渣子都砸出来。这料怎么这么瓷实，比熟铁硬又不脆？活了60年，我头回摸着这样的好料，这叫啥？钢，比铁强10倍的钢。周师傅，你不是一直说想打一把传世的好刀？料管够，今儿把你那把刀打出来。好，我老周这辈子就赌这一把了。我爹临死前说，周家的手艺得有一把拿得出手的刀。等了40年，料没等到，人先老了。少爷，周师傅这刀打一把得多久啊？他等这一把等了一辈子，不及这一天。成了，我这辈子总算打出了一把好刀。周师傅，您这是要一刀碗口粗的桩子，一刀2断，这断口跟镜面似的。周师傅，您这哪是打了把刀，这是打了把神兵啊！爹，您看见没？儿子打出来了。这刀得有个名，就叫承哲吧，承我周家40年的志，也承公子的知遇之恩。好刀，钢有了，钱也有了，可这天要真旱下去，光有钢和银子填不饱肚子，得有样东西能在这死冬天里长出活命的爪粮。少爷，刀也打完了，您站这盯着块冻土地发啥呆呢？盯着它，给咱屯子再添样保命的东西。周师傅那炉钢不能光打了刀，剩下的全给我打成架子，就搭在这儿。搭架子？搭来干啥呀？
搭个屋子，大冬天在里头种菜。我说公子啊，好端端的缸不去卖，搭着破棚子种菜，这冰天雪地的种菜，亏您想得出。我看呐，纯属瞎折腾。你懂个屁！我家少爷干的事儿，哪回叫瞎折腾了？水渠那回是巧了，这回大冬天长得出菜，我钱儿把这棚子吃了。记着你这句，到时候别舍不得吃。少爷，这棚子捂了这么些天，里头到底咋样了？进来看。这是真的！大雪天，活的黄瓜，还带着花儿，还扎手。少爷，这是变戏法啊！尝尝，脆甜，这大冬天的，我的娘嘞！菜，活的菜，大雪封山的时节，活的菜呀！公子，这东西，京城那些贵人，冬天连根青菜叶都见不着，这一根儿能卖10两，不20两都有人抢。一根10两，这一架少说300根，300根乘10两，3000两！我的乖乖，凉川城外的好水田，3000两能买上100亩啊！少爷，这一棚菜顶人家一辈子的地，何止小哥，我跑上1年也见不着这样的暴利。公子，这菜能不能也归我独家？我给您卖到京城去。独家可以，但一天只出20根，多一根没有。越少越金贵，我懂，我懂。公子，萧世子的人到了，专程来取头一批菜。雪天里，一棚活菜，本世子走南闯北，这等景象还是头回见。世子尝尝鲜，脆生生的，跟福田刚摘的一个味儿。这头一批连夜送进京，就说黑石屯雪中鲜。1根10两，每旬只此20根。公子，世子这一手比我会卖，越是限量，京城那帮贵人抢得越厉害。李默，你这屯子越来越叫本世子看不透了。凉川下边几个县旱情起来了，这菜往后怕是有钱也不好买了。世子放心，世子要的菜断不了。靠山这条线又往上递了1寸。哟，钱二哥，闻着香了。谁闻了？你前儿咋说来着？大冬天长不出菜，长出来你把棚子吃了。来，棚子你吃不下，这黄瓜你尝尝。钱二哥，水渠那回没吃着教训，这回又来，吃不下棚子，啃根黄瓜也算认栽喽。少爷，这一棚菜就这么金贵，咱多打几棚，岂不是发大财了？你当我搭这棚子是为了卖菜？不是为卖钱，那为啥呀？世子说的灾年快来了，真到了那天，外头颗粒无收，地里冻得啥都长不出，这一棚棚的菜就不是钱了，是救命的粮。当年大灾，就是因为外头啥都没有，咱屯子才饿死了1半人。公子，您是早就算到了这一天，才搭的这些棚子。救命的粮，公子他半年前就给咱备下了。老人家，别急着谢，天要变，谁也拦不住，拦不住，那就接着。公子，钱掌柜的商队刚从凉川回来，出事了。说，凉川下边好几个县，开春到现在滴雨没下，地全旱裂了。已经有逃荒的往凉川城涌了，真旱起来了！少爷，世子那话应验了，序幕拉开了，水有了，粮囤了，菜种上，灾再大，这一屯子人我保得住。货都备好了，车怎么空着？公子，路走不通了。怎么说？下边县旱得没法过活，没饭吃的3、5成群堵在大道上。前儿我一支商队半道连货带车，全让人给劫了空。这一车车金贵东西，老钱我现在是真不敢往外送了。灾起了，路线乱了。周师傅，
把那家伙扛出来！公子，这黑铁棍子是个啥物件？周师傅那炉钢不光打了刀，剩下的好钢我让他打了这个。看着是结实，可它能顶啥用？光说没用。赵虎，试给他看。少爷，赵统领这是要干啥？拿根铁棍子捅石头？都往后站，捂住耳朵！就这铁棍子还能崩了石头？我不信！娘嘞，隔着老远，那石头自己就裂了。这一管子下去，神仙也得退3步啊！有这家伙护着商队，谁敢拦道？先问问他答不答应。这东西只震道不伤人，架在车头，往那儿一撂，毛贼自己就散了。你这车照样敢往梁川最远的线走。敢走，有这震道的家伙，老钱往哪儿都敢走。公子，这一路通了，如今别家的车全断了道，就咱能走。这世道，祸就是命。咱手里的镜子、香皂、雪里的鲜菜，那是独一份儿。这价往上抬个3、5倍，照样有人抢破头啊！抬价，路那头全是连一口粥都喝不上的人。车能走是好事，但不是用来发这个财的。镜子、香皂照旧价卖，1文不许多收。腾出一半的车，装粮装药，跟着商队往受灾的县里送。送，公子，那可是白送啊！这得搭进去多少银子？我囤这么多东西，本就不是为了在灾年从活不下去的人身上刮钱，钱往后有的是地方挣。这种时候能拉人一把，那是积德，比挣钱金贵。少爷说的对，咱挣的是堂堂正正的钱，不挣这种没良心的。公子，老钱跑了一辈子伤，见多了趁火打劫的。像您这样灾年里还想着白送粮的，老钱头一回见。这趟我跟定了。李公子，我家世子有信。公子，世子说啥了？世子说，府衙的存粮撑不过这个冬天了，再压下去，梁川城要出大事。世子还交代了一句，叫公子务必小心。小心什么？公子如今粮满仓，又有那呼道的火气，名头越来越响。世子说，您这般扎眼，怕是早入了京城某些人的眼了。入了谁的眼，我心里清楚。要来的挡也挡不住，那就让他来。这笔旧账正好一起算了。镇北侯的世子都给他撑腰了，一个流放的罪人，刨出几个臭钱，就攀上了侯府的高枝。二爷，那位如今在梁川名声越来越响，又囤粮又囤水，还救济灾民。听说梁川百姓都管他叫活菩萨，再这么下去，怕是要减在地灵了。活菩萨，等他这活菩萨的名声传进城，减在地心，我再想动他就晚了。得赶在他立功的折子进京之前，先把他定死。二爷的意思是，他囤粮草、囤军械，私造那能炸石裂山的火库，手底下聚着近1000流放之徒，桩桩件件摆到金銮殿上，是什么？谋反！二爷，可这些终究是他赈灾用的，未必做得实啊。做不实，那就让他做实。这是他屯里私铸军械的图样，囤积粮草的账目，一笔一画，本公子都替他备齐了。这是伪造的，真真假假，要的是先递上去。朝里有几位老大人最恨流放贱民翻身，把这份罪证送到他们手上，不出3日，参他图谋不轨的折子就会雪片似的飞到御前。等他那赈灾的捷报到京，谋反的罪名早替他坐稳了。那万一陛下要查呢？查？梁川天高路远，一来一回要多少时日？只要先下旨所拿，把人押进天牢，他纵有天大的本事，也插翅难飞。大哥，当年我送你去死地，你命大没死成，这一回你躲不过去了。开仓啊，关老爷，再不放粮，要熬不住了。听说黑石屯现在施粥，往那儿去。黑石屯，那不是流放的死地吗？死地有粮啊，活地里咱反倒没活路。这外头都旱成那样了，咱屯里还跟过年似的。少爷，咱前儿送出去那10车粮药刚到县里，送出去的
是杯水车薪，这灾比我预料的还狠。公子，不好了！送粮的车半道全被灾民围住了，那粮刚卸下去，转眼就分光了。如今逃荒的黑压压一片，全往咱这边来了。少爷，这么多张嘴，咱顾得过来吗？顾得过来。我囤了半年的东西，等的就是这一天。赵虎，开轿，云水到屯外搭棚施水。得令。开仓，架大锅熬粥。来的人一人一碗，管够。老人家，当年大灾，你们是被丢下等死的，这回咱让逃荒的人进得来，活得下。活菩萨，公子真是活菩萨呀！苏姑娘，温病要紧，你那防疫的方子，半年前就备下了，熬药的料够施1成人。哟，这不钱二哥吗？你不是早跑了，咋又回来了？你前儿咋说来着？挖水钱白瞎力气，囤粮钱多没处花。公子是傻子对吧？活了，有救了！此地咋成了救命的活地了？谢公子活命之恩。少爷，您瞧见没？整个梁川的人都念您的好。活下来就好，多熬一口粥，就多一个人能回家。黑石屯流放罪人李默接旨：私囤粮草，私藏军械，私造火器，聚众流放之徒，其心叵测，意图谋反。反！少爷救了1成人，怎么成了谋反？来人，查抄黑石屯，押解李默进京问罪。公子救了满梁川的人，这就是朝廷给的说法。官爷，是公子救了我们全家的命啊，抓不得！都退下。公子，您这一去，凶多吉少啊！我李默行得正，坐得直，没什么不敢去的。这满地的人，就是我没反过的活着。赵虎，退后。公子，您这一去，屯子交给你，1粒粮1碗药，照常发。别哭丧着脸，我又不是不回来了。少爷，那您可得回来啊！官爷，抓错人了，是他救了我们全家的命啊！老人家，起来，粥棚不能停，我不在，你们也得好好活着。少爷，谋反可是诛九族的大罪，公子这一去，怕是回不来了。咱们都是他屯里的人，会不会也被连坐？不行，我得带着娃先躲一躲。站住！谁也不许走！公子都被锁走了，咱们……公子临走前怎么说的？粥棚不能停。他震了27万灾民的命，没反，这罪名是冤的。你们现在散了，跑了，不正坐实了心虚2字，等于亲手往公子身上又压一块石头。都听见没？少爷说他会回来，他就一定回来。粥棚不能停，想活命的排队。京里那位萧世子咋一点消息都没有了？连着5天没半点音信，但凡他还在，绝不会眼睁睁看着公子。那要是连世子都靠不上了，少爷他……陛下，黑石屯流放罪人李默罪证确凿，私捆粮草3000担，私造火器，据流放之徒近1000人。此等行径，若非谋反，是为何来？请陛下明正典刑。李默，这些你认是不认？粮臣囤了，火器臣造了，流放的人臣也拒了。陛下，他自己认了。这3样臣认，谋反2字臣不认。囤粮造械聚众，桩桩是反纪，你还敢狡辩？那臣斗胆问大人一句，臣那3000矢粮如今在哪儿？镇北侯世子萧成君殿外求见。宣。陛下，李默那3000矢粮的去向，臣最清楚。梁川大灾，3县颗粒无收，府衙存粮见底。就是这3000矢粮，连同药材，全开了仓，施给了逃荒的灾民。这是梁川9县的活命册，记着的是吃过黑石屯1碗粥的人，整整27万。一个要谋反的人，把命根子似的粮全分给了灾民。这是他收买人心，图谋更大。大人是说，陛下的27万赠民，1碗粥就能收买了去谋反？陛下，
就算他赈了灾，私造火器聚众千人，总是实打实的罪。二弟，急什么？你说我聚众谋反，那我倒想问，当年是谁一纸诬告把我送进那死地的？你血口喷人！陛下，臣还有一样东西要呈。讲。赵虎，进来。罪臣赵虎，原凉州边军校尉，3年前被吴通敌满门流放，构陷臣的正是与这位紫袍大人勾结的同党。这上头记着他们贪墨军饷、构陷忠良的每一笔，这账册早该烧了，是不是？账册之事，老臣虽认，可私造红器聚众近千是铁打的事实。边地千里之遥，那屯子真要反，朝廷鞭长莫及呀！为江山计，纵有微功，也当图之，以绝后患。紫袍大人所言极是，火器聚众，不得不防，请陛下以社稷为重。私造火器聚众千人，此事却也非同小可。还李大人清白！殿外何人喧哗？陛下，宫门外跪了乌泱泱一片人，是粮传来的灾民，从几百里外一路走着进的京。他们说不还李大人清白，就跪死在宫门外。青天大老爷，还李大人清白呀！你说他要反，可朕的子民走了几百里，是来替这个反贼喊冤的。这民心比你那卷供注重1万倍。一个构陷边军贪墨军饷，一个诬陷兄长强夺家产，今日又联手罗织谋反，要害一个镇了27万人的功臣。陛下冤枉，是那紫袍老贼怂恿臣的，臣也是被蒙蔽啊！李恒，是你揣着2万两白银登我府门求我办的。放屁！是你说他扎了你的眼，撺掇我弟的状子，争夺兄长家产在先，关老夫何事？贪墨军饷在先，谁稀罕跟你扯？够了！来人！此2人构陷忠良，欺君罔上，打入天牢，3司会诊。大哥救我！念在血脉份上，咎由自取。李默，臣在。别人在死地等死，你在死地救活了27万人。臣只是不想看着人白白等死。传朕旨意，李默蒙冤昭雪，官复原产，加封凉川安抚使总理边地屯田诸事。黑石屯赈灾有功，免赋3年。屯中匠人流放之徒，凡有遗迹之长者，一律开籍，复为良民。臣李默领旨谢恩。少爷，不，大人，咱这死地如今是正经的镇子喽。想当年头回见公子，我还守着口井，收人家水钱呢。如今想想，跟做梦似的。火候都给我盯紧了，这窑出的是御贡的货，都仔细点儿。马师傅，您这条腿如今走道都带风啊！现在这可是黑石镇头1号窑匠的腿，谁敢嫌？公子，这刀等了我一辈子，如今总算等到了太平日子。死地活了，咱这死地真活下来了。听说你要总管边地屯田了？边地大得很，光一个黑石镇不够，还有好多块死地等着活过来。那我的药得多备些了。